你敢相信，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人开始研发高超音速轰炸机了？你没听错，是高超音速。这款轰炸机拥有超过17马赫的速度，能够直接穿过大西洋轰炸美国本土，外形科幻的简直不像是产物，它就是二战德国末日科技的最高杰作 Sliver Bird 银鸟空天轰炸机。那么这款轰炸机究竟是如何设计的，才能有着如此恐怖的速度呢？而它又怎样才能跨越大西洋去轰炸美国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几乎现在所有的现代军事武器都可以在已经尘埃落定的第2次世界大战中找到其始祖，高超音速武器也不例外。火线专家桑格尔在1940年为了满足希特勒跨越大西洋轰炸美国的设想，设计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先进飞行器，也就是银鸟空天轰炸机。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这款战机的外形也十分前卫，几乎是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身上完全看不到当时其他二战飞机那种陈旧的身影。该型轰炸机长28米，翼展为15米，机身结构简单明了，采用直线式机翼，其机翼的翼展很小，并且带有约10度的上反角。它的机尾末端安装有垂尾，机头内侧呢是一个加压座舱，便于飞行员在高空驾驶中能够存活。它与后世人们研发的许多高速实验机非常相似，例如美国的一些 X 系列实验机中。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该飞机的构型已经足以完成它那种超前的任务了。而除了外形之外，在性能上，设计师呢将其设计成了一种高超音速平流层飞行的飞行器。该型轰炸机的空重将近1万公斤，在它的机体中段还设置有内置弹舱，可以容纳一枚3600公斤的炸弹。除此之外呢，轰炸机上再也没有其他的武器，毕竟以它这种的飞行高度和速度，确实也不需要自卫武器。或许有朋友会认为这轰炸机就带着一枚3600公斤的炸弹，也办不了啥大事啊。这一点呢，德国人其实早也就想到了，在他们设想中，未来将会让银鸟挂在一枚威力极大的超级炸弹。毕竟呢，当时德国在核弹方面的研发能力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后来因为研发问题加上重水工厂被盟军破坏，导致德国未能赶在美国之前成功研发出核弹。按照希特勒的计划，该机将被放置在一条有3公里长的轨道上。轰炸机机尾部会连接一部推力600吨的起飞助推火箭，后者会推动银鸟快速滑跑起飞。而该机在飞行到大约1.5公里的高度时呢，速度就已经达到了1850公里每小时。随后飞行员将打开主发动机进行自主爬升，强大的火箭发动机将持续运转8分钟，将轰炸机推到超过145公里的高度。而这时候的轰炸机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地球轨道，它的飞行速度更是达到了2180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恐怖的17.79马赫。同时，在它的发动机两侧还安装了另外2具辅助火箭，可以在紧急情况时使用。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发动机采用的再生冷却技术，这一点呢，咱们放到后面再提。当然，光有高度和速度可没有办法跨越5800公里抵达美国的，光燃料就是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一点，桑格尔呢也有解决办法。和常规的轰炸机不同的是，银鸟采用的是类似于打水漂的跳跃飞行。当它飞到地球轨道后呢，就会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进行下滑飞行。在落到4万米的高度后，飞机会与空气密度更大的平流层发生摩擦，并且重新跃起，然后循环往复。这好比打水漂的时候，石块在水面弹起一样，最终让银鸟跳到美国进行投弹。也正是利用这种飞行方式，可以使银鸟可以在使用最少燃料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航程。在计划中，该机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纽约。在丢下炸弹后呢，轰炸机会继续飞行，直到在地球对面的日本马里亚纳群岛滑行着陆，随即在日本本土装满炸弹，在返回德国的途中顺道再炸一炸洛杉矶之类的城市，基本上呢就相当于绕着地球纬线飞了一圈。在回到德国上空后，它会展开隐藏在机身内部的3点起落架，降落到自家机场。而在它着陆之后呢，也肯定是要大修一番的。这时候的飞行员呢，可以趁机喝杯咖啡，领几个铁十字什么的。那么，如此超前的飞机究竟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列车炮。在二战期间，德国在佩内明德测试新型大炮，其中就包括一系列大口径远程列车炮。当时德国对用次口径炮弹提高射程很感兴趣，于是就有用列车炮进行实验，结果就有了意外的发现。当从海拔较高的地点发射这种长杆炮弹时呢，一样的炮弹和装药，它的射程会比在低海拔地点发射远得多。在排除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阻力小等因素影响后呢，发现射程仍要远出不少。于是德国科学家们大胆推测，长杆炮弹在飞行中段呢具备一定的迎角，即炮弹几何中心线和炮弹飞行方向的角度，使其在高速飞行时具备较高的声阻比，因此在特定密度的大气中可以滑翔得很远的距离。这个原理激发了火箭专家桑格尔的灵感，他把火箭技术和升力体原理融合，最终构思出了银鸟空天轰炸机的设计。而此类的设计呢，还有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 X-20项目。或许这时候有朋友就想问了，既然这款轰炸机这么厉害，为什么直到二战结束也没有见到德国出动它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款轰炸机的步子一下子迈得太大了，不小心扯到蛋了。原来该型轰炸机的各方面要求都远超当时的科技水平，德国航空部认为该项目有着极其不切实际的复杂性和极低的消费比，因此该战机的设计方案在航空部内部并不受欢迎。最终该机只制造出2架用于评估和测试的原型机后就被草草归档了。到了战后，盟国对德国的这项空天轰炸机计划十分感兴趣，但是经过计算机模型对比之后呢，设计师们发现了该战机的一个致命缺点。原来在出入的载入大气层过程产生的热量要比德国工程师预计的高得多。如果是基于他们错误计算制造出了实验机，那么该机会重返大气层时被直接烧毁。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也很简单，那就是为机体增加隔热罩。但是这多出的重量呢，又会大大减少该机就本不多的有效载荷，使其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设计。同时，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德国工程师也没有考虑到，那就是投弹。大家都知道，战斗机要在高速飞行中进行投放弹药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银鸟若是想要在超音速的状态下想将弹药投放出去，也需要依靠借助巨大的弹力来将弹药推送出去。要是仅依靠炸弹自身的重力下坠，那炸弹将不会下坠，而是紧紧地吸附在机体上。但若是让轰炸机降低高度和航速来进行投弹的话，无疑会增加被对方的防空火力击落的可能。当然，银鸟的构想虽说是有些破绽，但是人无完人。在科技远不如今天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呢也是十分理解的。毕竟当时的人们还有太多的东西在摸索之中，以今天的观点去强求他们是不对的。虽然银鸟轰炸机作为航空项目并无实际建树，但设计中发明的燃料回热冷却技术却造福了后世航空航天业。该系统中液体燃料或者氧化剂，它可以让低温的燃料、氧化剂等通过燃烧室外的管道，然后再进入燃烧室混合燃烧。一方面可以吸收发动机的热量，另一方面呢可以给燃料、氧化剂升温，有助于发动机稳定燃烧以及增加发动机运行寿命。几乎所有的现代火箭发动机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而大兵则认为，银鸟是一款生错了时代的优秀产物，其身上所体现的优异设计和及其代表的超前思想，领先其他国家50年以上。虽很难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获得实现，但是在科技远不如现代发达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德国科技人员竟然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拿出与数十年后的轨道飞行器不谋而合，其创造力是十分惊人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德国的这款轰炸机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